庆功宴上，敌国公主将吃了一口的鸡腿递到我未婚夫的嘴边，我神色不变，因为我知道未婚夫不会当众给我难看。谁知未婚夫竟然十分自然地张嘴吃掉。你又挑食，神情也是无比的宠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边关习惯了，想必姐姐不会在意的吧？以后我入府还要麻烦姐姐做妾。臣女恳求皇上解除臣女与靖王爷的婚约。他竟然要退婚，不行。为何不行？如果退婚，你的名声会受损。名声？我在京城苦等你3年，现在你却要与漠北公主成婚，我已成为京城笑柄，名声更是被毁得一干二净了。你这是在怪本王？不敢，我只求与靖王爷解除婚约，男婚女嫁，再不相干。你患病多年，身体羸弱，退婚后也不可能嫁到多好的人家。你与本王订有婚约，又等了本王那么多年，本王绝不会亏待你。嫁进靖王府，你会是第一侧妃，地位仅比正妃稍逊半颗。第一侧妃也是妾，我堂堂镇国侯府嫡出千金，嫁得再差，也绝不与人为妾。你与本王的婚约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岂能轻易更改？父母定的婚约是让我嫁给王爷为妻，不是给王爷做妾的。王爷贬我为侧妃，才是违背了父母之命。你还是在怪本王？这么绝情绝义的人，怪他根本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靖王爷迎娶漠北公主，是为清阳国黎民百姓，我怎会怪罪王爷？我主动退婚，是想成全王爷和公主，以求两国和平，难道不对？还是说靖王爷娶了心爱的石宇公主为正妃不够，还想要我这个前未婚妻为妾，坐享其人之福？他竟敢！其人之福，本王从不稀罕。欧阳姑娘，不要生气，一切都是本宫的错。石宇公主言重了，公主来清宴和亲是为了两国和平，又不是为一己之私，故意破坏别人姻缘，不必为此事感到抱歉。我身为女子，又身患重病，不能为国分忧，成全石宇公主和靖王爷，稍稍帮帮两国百姓。这门婚事我推得心甘情愿，无任何人逼迫，公主真的不必自责。欧阳姑娘大义，本宫却是心有愧疚。如果欧阳姑娘不介意，本宫愿意做侧妃，欧阳姑娘为正妃。让我做正妃，说说而已。进了靖王府，当家做主的就是林府门一端，谁会知道我是什么？再狠些，赐我一碗汤药，让我重病身亡都有可能。公主心善，我甚是感激，只是我也不忍公主受委屈。欧阳姑娘，堂堂漠北公主岂能与人为妾？就算公主不在意，漠北皇也会在意。靖王爷更看不得公主受委屈。王爷是好人，娶了欧阳姑娘定会善待。可我不想夹在公主和靖王爷之间，阻碍你们的姻缘，更不想被百姓嘲讽愚蠢没眼力，妨碍了你们这对郎才女貌的神仙眷侣。臣女恳请皇上解除臣女与靖王爷的婚约。你和靖王的婚约是两家长辈定下的，不是朕赐婚。朕下旨解除婚约，与理有些不合，你们还是让两家长辈出面退婚吧。可林宇的直系长辈们都远在千里之外的封地，如果他隐瞒此事，不请长辈前来京城，我这亲事要到哪年哪月才退得掉？朕立刻命人传书给老靖王，请他火速进京。多谢皇上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行了，朕罚了。恭送皇上。王爷，您和欧阳明珠的婚事绝不能退。本王知道，你去靖王府吩咐张管家，让他带本王到镇国侯府下聘。本王要在3日后迎娶欧阳明珠为侧妃。属下明白。3日后，你终将还是本王的人。终于可以摆脱他了。我原本是应闺蜜的邀请前往夏威夷游玩，却遇上了风暴，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没想到再睁眼，我竟然魂穿了，还魂穿到了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世界里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咦，那名小厮可是双喜？停车！我在洗尘宴上疯狂兑现，他倒好，连去都没去。大小姐，您怎么会来这里？大少爷可在里面？啊，那个，咬啊，咬啊，使劲咬啊！黑将军，咬死他！啊！欧阳志远，你又输了。斗狗斗了大半天，你是买一只死一只。你那挑东西的眼光，真是让人不敢欣慰。不就是连赢了几场，有什么可得信的？小爷马上买一只厉害狗，杀得你片甲不留。哼，
这话你已经说了几十遍，我耳朵都要听出茧子来了。也没见你赢过一次，以前是小爷大意了才会屡战屡败，这次小心仔细些，肯定能赢你。双喜，拿银子来，小爷要挑狗。少爷，咱们没银子了。小爷不是让你带了5、6千两银子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了？少爷，你买了4只狗，每只500两，再加上每次1200两的赌注。行了行了，别戏饼了，快回府拿银子。镇国侯府和这里隔着好几条街，等你们拿来银子，天都黑了。你可以用你身后的美人做抵押吗？美人？什么美人？妹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欧阳志远，别诉兄妹情了，你快点给句准话，到底要不要拿她做抵押？贺星宇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这是小爷的亲妹妹，不是物件，怎么能做抵押？什么亲妹妹不亲妹妹的，不就是一丫头片子赔钱货，有什么可宝贝的？等下人拿回银子，再将她赎回来不就行了？贺星宇，你闭嘴！我哥哥今天运气差些，你就不要再对他用激将法了。你想斗狗，我奉陪。你跟我斗狗？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只要你不怕被那飞溅的鲜血吓晕，我是无所谓。你交500两银子去选狗吧。赌注是多少？要不这局不赌银子，赌手指。你的意思是，输掉的一方要切掉一根手指？没错，你敢不敢赌？有何不敢？不过我最懂怜香惜玉了，就算你输了，我也不会断你手指，只要你好好伺候我一晚，咱们之间的账就两清。我一忍再忍，这次真的忍不了了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还真把我当棉花踩了啊！欧阳明珠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不仅要打你，我还要踹你，让你嘴巴不干净。斗狗的赌注，你同意就点头，不同意就摇头，唧唧歪歪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这还是我妹妹吗？她之前不是很温柔的吗？怎么现在？欧阳明珠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赢了有你好果子吃！我要把好狗都选了，给她留一个最差的。我要这只，这只，还有这只，狗都给我抬过来！贺军爷，你和我妹妹只赌一局，挑1只狗就行了，你挑这么多只干什么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？你把凶悍的厉害狗都挑走，留给我妹妹一群没用的病狗，分明是想让她输。是又如何？有本事她从病狗中挑只将军狗出来，把我的狗咬得落花流水啊！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没脸没皮的，卑鄙无耻的小人？不就是多选了几条狗吗？就它了。这里是斗兽场，挑病得快死的狗肯定输，再重选一只吧。就它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死的怎么是黄将军？贺景野，你输了，交赌注吧。咬死他！给我全咬死他！赶快看，他们又开始了！以1敌4还赢得这么漂亮，这只小狗实在是太强悍了。咱们的赌注是1根手指，你凭什么砍了我5根？你放了5条狗，5局皆输，自然要砍5根手指。斗兽场里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们之间的赌约绝对公平。就算将事情闹到大理寺，我也问心无愧。妹妹，等等我。妹妹，你怎么知道这只瘦弱小狗厉害？因为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狗，而是一只藏獒。妹妹，你能不能把这条藏獒让给我？我拿5000两，不，1万两银子和你交换。我不喜欢银子。这该怎么办？你能买到的衣服首饰，我也能买到。好吧，好妹妹，你就给我吧。怎么停了？真是阴魂不散。张管家，你带这么多箱子来做什么？奉王爷之命前来下聘，择日迎娶欧阳姑娘。我妹妹是靖王正妃，凌雨应该亲自来下聘才是。还有，按照王妃之制，聘礼最少也应该是120台，你怎么才来了64台？王爷已经昭告京城，娶欧阳大小姐为侧妃，小侯爷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小侯爷竟全然不知，莫不是没进宫参加庆功宴？这个王爷是为了清晏漠北2国和平，方才出此下策，委屈了欧阳大小姐。
还望小侯爷海涵。看来你家王爷不喜欢我妹妹，那退婚吧，别假惺惺的作践我妹妹了。小侯爷，王爷这么做是有苦衷的。王爷也是为了两国和平才委屈欧阳小姐。如果他真喜欢我妹妹，想娶我妹妹为正妃，会将漠北打得主动投降，还不敢提半个条件。为了两国和平，委屈我妹妹为妾，这么漏洞百出的理由，你也敢拿来敷衍我，当我是3岁孩子？哇，这么多金银珠宝，他们都不要了吗？这里是镇国侯府，不是晋王府，你们竟然敢硬闯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来人，把这些碍眼的脏东西给小爷扔出去！等着吧。什么？镇国侯府门前岂容别人撒野？镇国侯府侍卫听令，如果再有人硬闯侯府，或在侯府门前大放厥词，就乱箭砍出去，死活不论。表姐回来了，外祖母见我穿戴素淡，准备赏我几件首饰，让我自己来挑。祖母赐你东西，你应该去祖母的库房里挑选才是，干嘛跑来这里拿我娘的嫁妆？你要是我舅母，赐我几件首饰不过分吧？我娘亲口说给你，那才叫赐。你没经过我娘同意，擅自跑来这里拿首饰，叫偷，叫抢。我没偷东西，我是拿着钥匙打开了锁，光明正当的将首饰拿出来的。掌管库房钥匙的是谁？是老奴。来人，将他拖下去，重打100大板，发卖。大小姐，老奴做错了什么？是老夫人她……住口！自己做错了事，竟敢诬陷到老夫人身上的。大小姐，老奴没有撒谎，真的是老夫人。还敢狡辩！一个趋炎附势的下人，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主子了。怎么回事？江小姐有在看着吗？怎么不帮一下老奴呢？吵吵嚷嚷的，出什么事了？老夫人救命啊！大小姐要发卖了老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邱嬷嬷未经允许撕开库房，还将脏水泼到祖母身上。我教训她是为肃清侯府的不正之风，免得某些下人仗着资格老欺辱少主，还在府里作威作福。可裘嬷嬷并没有撒谎，是我让她开库房拿首饰的。你教训错人了。青烟国哪条律法标明，季婆婆可以随意动用已故儿媳妇的嫁妆？你母亲嫁进镇国侯府，就是侯府的人，她的嫁妆自然就是侯府的财产。我掌管着侯府内院，有权动用内院里的任何东西。这库房里的东西是我娘留给我和我哥哥的，与欧阳家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此说来，季孙女，你是准备将季祖母告上公堂，送进大牢里？这些首饰都还在，没有丢失，季祖母就不必上公堂了，只要将这个欺主的刁奴痛打100大板，发卖掉就好。看来这丫头是要铁了心的跟我对着干了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没明白老夫人的意思吗？把邱嬷嬷拖下去，重打100大档发卖。是。把盒子盖上，送回库房。是。云皇表妹不是第一次在这里拿首饰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表妹不必惊慌，我不是想教训表妹，只是想请表妹将从这里拿走的首饰还回来。你是我表姐，那几件首饰就当是送我的礼物好了。你找我讨要，不觉得自己太小气了？表妹每个月最少来侯府3次，2年来，表妹从这里拿走的首饰不是几件，而是上百件，能装满满的2、3箱。那又如何？你娘嫁妆多，你也不缺这100件首饰。姑姑出嫁时也带了10里红妆，不如你将我娘的嫁妆还回来，再另外送我2、3箱精致首饰，让我也享受享受姑姑的大手笔。我娘的首饰都是我的，怎么能给你？我娘的首饰也都是留给我的，天黑之前我要见到那些首饰，否则咱们就公堂上见。这么点小事就要闹上公堂，嫌自己不够丢脸？别人家发生的丑事都想尽千方百计的掖着藏着，你倒好，恨不得吵嚷的全京城都知道。你们偷拿了我娘的嫁妆，我才会告上公堂，就算丢脸也是你们丢。云裳，你回府一趟，把拿走的首饰全部送回来。怎么，连外祖母的话都不听了？快回去拿首饰。我娘的嫁妆单子在县衙有备案，丢失的那些首饰全都写在上面。希望云华表妹送回来的都是原品，而不是一些滥竽充数、糊弄人的冒牌货。表姐放心，云华也是侯府嫡女，首饰无数，不屑贪这点小便宜。怎么回事？我刚想着随便找2箱首饰糊弄一下，就被他猜到。你要和靖王解除婚约？是啊，凌雨带回了自己的心上人，将我贬为了侧妃。侯府嫡女给人做妾，会被人指指点点。为了镇国侯府的100年清誉，
我就提出了退婚。婚姻大事一向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你未经过长辈允许就擅自退婚，成何体统？继祖母所说的长辈，可是指继祖母你。你父母双亡，我虽不是你的亲祖母，也是你的继祖母。你名正言顺的长辈，我关心你的婚事，难道有错？我和靖王的婚约，是我爹和老靖王亲自定下的，没经过内院人之手，只要男性长辈同意了，就可以退婚，不必问过姨祖母的意思。我二叔远在荆州，退婚之事非常紧急，根本来不及问过二叔的意思。我哥哥是现任镇国侯，长兄为父，他已经同意我和凌雨退婚，继祖母就不必再操心这件事情了。他被贬为侧妃，的确有损镇国侯府的名誉，不过我更乐意看他倒霉。都怪欧阳志远，那个没脑子的纨绔，竟然被他说动，同意他退婚了，真是可恶。表妹最少也要1个时辰后才会送回首饰。红袖，先把库房锁上。是，把钥匙拿过来。以后这个库房我亲自掌管。京城名门贵族都是将库房钥匙交由贴身嬷嬷，你堂堂侯府千金，竟然亲自保管这些俗物，也不怕别人笑话？我身边没有可信任的嬷嬷，只能亲自保管钥匙。等找到可信之人了，自然会将钥匙交给他，不劳继祖母费心了。志远，劝劝你妹妹，未出嫁的姑娘整天关心嫁妆，也不怕别人耻笑。祖母，妹妹已经14岁，很快就要嫁人了，学着打理嫁妆，妹妹掌管没什么不对啊。你们送趟聘礼，怎么伤成这样？大小姐抗婚命人驱赶，张管家也被打落了2颗牙。她向来温和，突然这么强势，是想对王爷欲擒故纵？若是欲擒故纵，没必要连你弟弟的5根手指都砍掉。本王知道，也从未想过让他做正妃。那3天后的婚礼怎么办？不大办，但要宣扬的人尽皆知，备一顶粉色小轿，迎他进门。今天是凌雨纳你为妾的日子，你一点不急。他手握重兵，真敢强娶。咱们不在府里，他抬轿来也是白搭。我去祖坟祭拜，你去吗？好，我陪你。出什么事了？外围明明有侍卫戒备。没事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迎娶本王的侧妃。我妹妹绝不为妾，想娶就8抬大轿，否则退婚。本王的婚事，轮不到你来过问。我是他亲哥，他的事我怎么没权过问？让开！不让！想强纳我妹妹，除非我死！我们已退婚成全你们，为何还要逼我为妾？本王敬佩岳叔叔，接你进府是方便照顾。让我去受主母厌恶、下人嘲笑，这就是你的照顾？我宁可老死侯府，葬进祖坟，也绝不去做低贱的妾。石宇单纯善良，他还叮嘱本王快娶你回去做好姐妹。真爱容不下第3人，他鼓励你纳妾，一是吃醋试探，2就是根本不爱你。胡说！别自以为是挑拨我们。当着我爹娘的面，我不需要与君子假惺惺，只对你。欧阳明珠，马上随本王回晋王府。你刚才说错的话，做错的事，本王可以既往不咎。话落的瞬间，2名轿夫抬着一顶小轿走了过来，淡粉的轿顶在灰暗的林间显得格外刺眼，仿佛在提醒我，若我执意不从，等待我的便是万劫不复。如果我说不呢？
那就休怪本王不客气。王爷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？妹妹，快走！你快跑，找地方躲起来。哥哥，保重！滚开！你怎么不跑了？没路了。前是断崖，后有追兵，你准备如何选择？你要杀本王？这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欺人太甚？真以为本王不敢杀你？这就是内力，若被扫中，必死无疑。我绝不能杀你引火烧侯府，但我能废了你的耐心。男子穿一袭血色长袍，纤尘不染，墨锦般的发用白玉冠束起，轻轻散于身后。我清冷眼瞳里闪过一丝惊讶。我在现代处过各式各样的帅气男子，但眼前这名男子的面容依然俊美的让我险些移不开眼。传说逍遥张世子宋凌风8岁离开张府，拜了一名神秘师傅，随手写的论国策名震各国，随意吹的箫音迷醉人心。得到他稍许指点的将领，便能在几场战役中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世人几乎当他是神一般的存在。10年不入清晏，世子今日回京，又是为了谁？滚！本王并非有意毁你棋局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凌雨的内力打烂大师，毁了棋局，他找凌雨算账，理所应当。我来了断崖那么久，竟然都没有察觉到周围有人，是我的警觉性降低了，还是宋凌风太厉害？靖王既毁了本世子的棋，不如陪本世子。既然宋世子有兴趣，本王自然奉陪到底。回局我也有份，他绝不会轻易放过我。36计走为上策。站住！你没内力，打不赢我。隔着层层衣服，他依然能感觉到我细腻肌肤的柔软弹性，突然有些舍不得放开。宋凌风武功高强，内力深厚，而我常年生病，身体里羸弱，当然打不赢他。我出手攻击他，并不是为了与他一较高下，而是想要逃离。我嘴角弯起一抹诡异的笑，头也不回的疾步前跑去。宋凌风武功极高，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惹不起。
但躲得起。宋凌风望着我跃进草丛里，渐渐跑远的纤细身影。好聪明的举动，好快的反应力。欧阳明珠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妹妹，你怎么样？凌雨呢？没追上你？掉山涧里了。是你把王爷打进山涧。许大公子看清楚，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能暗算战神？那王爷怎么掉下去的？自己不小心失足。不可能，王爷武功高强，怎会失足？战神也是凡胎，别人能失足，他为什么不能？你叫贺长参是吧？贺大公子，请你睁大眼睛看清楚。这不可能，王爷武功高强，怎会失足？你家王爷只是被世人尊称为战神，又不是真正的神。褪去那身光芒万丈的战甲，他也不过是个有血有肉普通人。可是贺大公子有时间在这里与我争论凌雨的坠崖原因，倒不如带人去山涧下仔细寻找。如果运气好，说不定能找到凌雨的尸体；如果运气差了，你就这么希望靖王爷死？凌雨的生死我不关心，我是看那悬崖那么高，水流那么急，凌雨生还的可能性很小。和你们打声招呼，让你们好有心理准备，找到尸体时也不至于惊慌失措，痛哭流涕。不劳欧阳大小姐费心，王爷一定会吉人天相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你我又不是阎王爷，凌雨的死活谁说得准？你，妹妹，凌雨真不是你打下山涧的？当然不是。欧阳志远高悬的心瞬间放了下来，眉头却皱得更紧了。万一凌雨死了？死了就死了呗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和凌雨有婚约在身，如果凌雨死了，别人会说你克夫。我已经向凌雨提出了退婚，她现在的正妃是漠北公主江时雨，就算凌雨死了，也应该是江时雨克的她吧。你和凌雨的婚约还没有解除，江时雨和他的婚事也没有公开宣布，凌雨死了，克夫的就是你。凌雨已经掉落山涧，她的生死咱们无法左右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回府吧。克不克夫我完全不在乎，当务之急是我要大张旗鼓的回京。无论凌雨是生是死，我都会送她一份意想不到的大礼。河岸边的青草郁郁葱葱，一点红色点缀在青草间，就如龙之眼睛，让周围的青青落草们瞬间鲜活了起来。不过那红色并不是花朵，而是一件大红喜服。它的主人穿着它躺在草丛里，突然它睫毛颤了颤，慢慢睁开了眼睛，望着陌生的环境。他的目光有短暂的迷茫，随即寸寸锐利，猛然翻身坐了起来。四周静悄悄的，不见半个人影。潮潮的大红喜服紧贴在肌肤上，很不舒服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欧阳明珠安置好了？怎么没把他塞进粉窖，抬回王府？王爷坠崖生死无名，属下担心您的安危，所以你让欧阳明珠大摇大摆回了侯府。凌雨接过了他的话，眸底闪过一丝愠怒。长川跟在他身边多年，做事甚得他心，这次怎么这么大意，竟然将这么重要的事情搁置。免礼。凌雨看着周林渊，声音淡淡：周大人一向坐镇京城，怎么突然带着侍卫们来了这里？周林渊站起身躬声道：回敬王爷，下官是接到了顺天府林大人的求救信，带人前来搜救靖王爷的。凌雨目光一凛，心中蓦然腾起一股很不好的预感。怎么回事？正午时分，镇国侯府的欧阳大小姐在侯府侍卫的保护下回到京城，直奔顺天府说。周林渊悄悄望向凌雨，他虽然一再强调镇国侯府侍卫们是不小心碰伤的，但20名侍卫一起碰得鼻青脸肿，傻子都不信。欧阳大小姐说，靖王不小心坠落山涧，请顺天府派人搭救。顺天府人手不够，林大人便请求了下官。凌雨面色阴沉的可怕，眸底闪着浓浓的阴霾。京城人人皆知他带着侍卫来了欧阳家祖坟，镇国侯府侍卫的伤，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是被靖王府侍卫们打的。王爷息怒，百姓们绝不敢胡乱议论。快死的病秧子也敢毁我威名，我
我要他生不如死！欧阳明珠带着重伤的他们招摇过市，就算没有将实情和盘托出，京城的文武百官、平民百姓们肯定也都猜到，他仗势强取欧阳明珠为侧妃不成，反把自己扑赔进了山涧。战功赫赫的靖王爷，人人敬畏的靖王府，都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。欧阳明珠，你好，很好。林宇周身突然萦绕了一层铁血杀气，眼瞳里闪烁的锐利寒芒。王爷不必担心，靖王府威名在外。他送了他那么大一份礼，他自然也要回敬他一份，让他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大小姐，靖王昨晚回京了，独自骑马回来的，连轻伤都没有。命可真大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遗千年。他身居高位，被您算计成了全京城的笑话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我知道，他要敢来暗的，我必在他身上戳几个血窟窿，让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妹妹，把贝贝借我一天去斗狗呗。你想都别想，他以后绝不去斗兽场厮杀。那给我1万两，我再去买只猛犬。你以前不都是找管家辉伯拿银子吗？辉伯说这个月超支了，死活不给钱。妹妹，你不是拿着娘亲嫁妆的库房钥匙吗？你想拿娘的嫁妆换钱斗狗，就不怕娘在天之灵死不瞑目？不是，我绝不买东西，我就是想要嫁妆里的陪嫁银子。你个大男人，怎么知道娘的嫁妆里有银子？我从辉别那儿出来时，恰好偷听到祖母身边的丫鬟香巧在谈论女子嫁妆，这才知道的。恰好借刀杀人，诱骗哥哥胆当嫁妆，再低价收购。杜氏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我就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妹妹，你去哪里？我和你一起去。去玉堂院见继祖母。不必了，你在这里等我回来吧。好。大小姐请。有事儿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哥哥想去斗狗，没银子了，我来找继祖母借些。要多少？10万两。哥哥花钱一向大手大脚，这10万两银子最多只够他花10天。10万两可不是小数目，能装好几大车了。咱们之间又没什么血缘关系，我就这么借给你，不太好吧？我可以给您打张欠条，等我哥哥赢了银子，立刻连本带利奉还。10赌9输，他永远赢不回10万两。你们是不是永远都不还钱了？那继祖母觉得事情应当如何？把你母亲的嫁妆随便抬一箱过来做抵押吧，赢了钱再换回去。我记得我娘嫁妆单子上的好几家陪嫁铺子，如今都是继祖母在管吧？是又如何？铺子都在繁华地段，10年的盈利最少也有几10万两了吧？那6家铺子鲜少有人光顾，一年最多盈利1-2千两，勉强够维持侯府开销。是吗？那请您把账本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现在不年不节的，账本都在掌柜们手里呢，我这里哪有？来人，去将6位掌柜全部叫来，带上这10年的账本。是。各位久等了。参见大小姐。各位不必拘礼，坐下品茶。我先看账本，有不明白的再请教。大小姐言重了，有不明白的尽管问，卑职一定知无不言。对，大小姐尽管吩咐。你们是怎么做掌柜的？大小姐，可是账目不对。账目没错，是上面的欠账太多太久，10年赊欠，1分钱没付的无赖，你们还敢让他们拿东西？想让铺子关门大吉吗？大小姐，来拿东西的是武安侯府的人呐。武安侯府又如何？谁允许他们只记账不付钱的？是老夫人允许的。继祖母就是这么帮我娘照看铺子的。你姑姑他们裁衣服打首饰，是为了帮衬铺子生意。只拿东西不付钱，一拿10年，这叫没脸没皮。武安侯府像痞子一样厚脸无耻，我都替他们丢人。欧阳柔是你亲姑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她是我亲姑姑，怎么不每月免费给我打几套首饰？你
铺子被你照账成烂摊子，把契约交出来，以后经营好坏，允宁再无干系。办了10年即将得手，竟然被他发现了。您若硬要执掌，我会忍不住跟外人说说这10年来铺子的发展。不就是6家铺子，全给你，马上滚出玉堂院！契约到手，我们再无牵扯，你求我我都不来。滚！武安侯府赊了10年账，不能再纵容了，马上回铺子，派所有伙计去武安侯府要账。去武安侯府要账，他们就说下月还，一推就是10年。老夫人说都是自家人，暗度陈仓，这诡计到此为止了。我有个办法，保证他们乖乖把银子全还回来。什么办法？大舅母的铺子就是好，看中什么直接拿，走个过场记账，完全不必付银子。大小姐，小的是朱一楼伙计，奉命来清算武安侯府账目，麻烦通报。账不都是1月一结，今天不年不月的，你清算什么？小的来算的不是上月，是以前早就该清算的旧账。府里忙，你月末再来，到时一起算。掌柜发话了，收不回账就让我卷铺盖走人。小的上有老下有小，求大小姐结账吧。这是怎么了？要账的被训得这么惨，谁让人家身份高贵，欺负个伙计谁敢管？本姑娘才没有训斥他。你告诉他们，本姑娘有没有训斥你？小的来要回府上欠的账款，大小姐为何再三为难推打？我哪有为难你？我早说过让你月末再来。每次都是敷衍。朱玉楼因为侯府欠了10年的账，急需这笔银子救险，欠了10年的账没结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在齐丰3年桃月，武安侯夫人购南珠、蓝宝珠头面，价值2万两，真是10年前的日期。堂堂侯府拿东西不给钱，跟无赖有什么区别？多谢夫人关心，小的们早有准备。汇通钱庄的车和人，账款收齐，直接拉进钱庄存放。江夫人，现在可以开始结账了吗？当然可以。兰儿，带他们去库房取银两。有劳了。娘，真要给他们全结啊？府里哪有那么多银子？今天若不结清，坐实了恶名，武安侯府就没办法在京城立足了。外祖母也真是的，要银子直说，干嘛闹上门让咱们丢脸？哼，铺子早易主了，是欧阳明珠那个小贱人搞的鬼，欠了近100万两。快去库房，把我的点翠、南珠头面全拿去当了换现银。娘，那可是您的嫁妆啊！过了这关再赎。欧阳明珠，我定要回府好好会会你。欠款全部追回，伙计人人有份。多谢大小姐。若今年盈利多出1成，年底还有丰厚奖励，定不让大小姐失望。妹妹，你怎么想到这种法子要账的？侯府重名声，当街曝光丑事，不想身败名裂，就必须乖乖还钱。原来如此，妹妹你现在这么有钱，给我1万两花花吧。你要银子去斗狗，把这书背下来，给你1万两。这上面的字儿就像苍蝇，他们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别为难我了，行不行？那找徽伯学10招武功，练熟来拿钱。他只会让人蹲马步，学10招最少2年，我会闷死。寒毒发作了，胡秀、安香，快去拿药！是。妹妹别怕，吃了药就没事了。大少爷，他抢走了大小姐的药。把药放下！快！刺客在那儿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！你赔我们火莲子，我妹妹救命的药啊！哥，别打了，他是死士，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是凌雨让你来偷火莲子的，对不对？别不承认，除了晋王府，没人知道我妹妹需要火莲子救命。哥，你去哪儿？他不会承认自己是主谋的。去晋王府找凌雨，不能任由他白白欺负咱们。大小姐，奴婢扶您去休息吧。不必，带上黑衣人，随我去晋王府。没王爷命令不能硬闯，本侯有10万火急的事，别拉我！凌雨，滚出来！凌雨，拿火星子来！就凭你派人毁了我妹妹的药，药被毁是你们无能没看守好，与本王何干？给不给一句话？今晚子时前不服药，他会痛死！他一提退婚，本王解药名不正言不顺，
前未婚妻的死活与本王何干？出个家，就算是金山银山，我也会如数奉上。晋王府不缺钱，想用火莲子只有一个办法，嫁进晋王府做本王的侧妃。你们还有2个时辰考虑。不必考虑了，我现在就给晋王爷答复，我宁愿死，也绝不嫁你为妾。这人害我即将命丧黄泉，既然找不出幕后主谋，就让他给我陪葬吧。哥，王爷事务繁忙，咱们就别打扰了，走。可是你的火莲子……王爷，逼得太紧了，他连死都不怕，必定引起激烈反叛。哼，人都怕死，子时毒发前，他一定会回来。不到1个半时辰了，不服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哥，京城可有温泉，我有妙用。马上就子时了，他竟然还不来，就这么不怕死吗？王爷，您去哪里？去镇国侯府找欧阳明珠，大计需要他协助，他还不能死。王爷，派个人送药即可，没必要亲自去。本王有事要提醒他，亲自去比较好。王爷，他现在不在镇国侯府，按卫报在温泉山庄。妹妹，咱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驱寒毒。温泉能驱寒毒？温泉只能克制，还需银针辅助，用这个代替。你帮我守着，别让人打扰。我去林子外面守着，有事大声叫我。什么人？是我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逍遥王府的庄子，我泡自己家的温泉，很奇怪。庄子那么多池子，世子干嘛偏来我这个？我泡了1刻钟，是你刚到，刚才睡着了，听到水声才醒。宋林峰，还想跑？宋世子，回你一局棋，至于记恨到现在，气量真小。本世子就是这么小气。那局棋十分珍贵，不过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恩怨一笔勾销。什么条件？宋林峰，你干什么？这就是条件。我没答应。你也没说不同意。寒毒发作了，银针丢了，去毒。你干什么？失血过多会没命。我马上就撑爆血管，痛死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。你又不是大夫，放开！别动，我说能就能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晋王爷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本王找到人就走。欧阳明珠，过来。欧阳明珠，别叫了，他寒毒发作，没空理你。别吐，吃下去你就没事了。宋天空，你给他吃了什么？火莲子。火莲子只产在我的封地，你怎么会有？我这一颗救了他的命，王爷坐拥无数，却救不到人，告辞。你走可以，把他留下。宋灵房，本王绝不会放过你。世子，您带了名女子回来。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。你醒了？这是哪里？逍遥王府，我的房间。昨晚你服药昏睡，怕损你归于，就带回这儿了。有软榻不睡，你干嘛偏要和我同睡一张床？你冷得发抖，我才同床用内力驱寒，同榻而眠损了你归于，我可以负责。一件小事而已，不必负责了。真的不需要我负责？当然是真的。宋凌风，你干什么？换衣服，这是我房间。你就不会去屏风后面换吗？你这里怎么会有女子的衣服？这是刚从衣香阁买回来的新衣。宋世子，我要换衣服了。我知道，你不必这么小心。本世子对又青又色的小女孩不感兴趣。我哪里青了？看什么看？
本姑娘只是现在小，还有发展空间。我不饿，恢复再吃。折腾了大半天，不吃身体会更虚。用膳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梅花糕？你猜。我吃饱了，不劳世子相送，告辞。明珠表妹，多日未见，别来无恙啊！你是谁？在下江城风，表妹总该听过吧？哼。表妹别急着走啊！我和你不熟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咱们是表兄妹，怎么能说不熟？以前不认识，现在不是认识了？让开！你被靖王贬成妾室，本公子好心来安慰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！闭嘴！少爷，本公子调戏你是看得起你，少端侯府嫡女的臭架子！疼啊！疼死了！欧阳明珠，你等着，本少爷绝不会放过你！滚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就刚刚。麻烦世子了，我自己来。世子是跟着我过来的吗？不是，我有事情要办，恰好经过这里，去朱雀街。午时了，我准备去酒楼用膳。世子有急事就先去朱雀街吧。掌柜，还有雅间吗？不好意思，姑娘，雅间都客满了。明珠，你不是去朱雀大街办事了吗？那人不在，我在2楼订了雅间等他。你若急着用膳，可以一起。多谢世子。两位客官，2楼没厢请。欧阳明珠，凌雨抛弃的病秧子，竟然用了非常手段，勾搭上了从不近女色的宋世子，将来必定是凌雨的妾，还敢背着夫君招摇。本宫今天教教你什么是自知之明。世子也没吃东西，点几样菜吧。不饿，来一壶桃花酿。好嘞，两位稍等。世子不是要去办事吗？万一喝醉耽过了就不好了。桃花酿是果酒，没什么酒味，入口柔和不易醉。真的？等送来，你可以尝一尝。多谢。宋世子，欧阳姑娘，江公主也来岳阳楼用膳。也是，也不是。本宫想和京城千金切磋琴制。欧阳姑娘出身镇国侯府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懂琴，无法指导。姑娘说笑了，令郎曾是京城第一才女，琴棋书画无人能及，你怎么可能不懂？我娘早逝，我4岁中寒毒，瘫在床上10年。凌雨知道，你这心上人更是一清二楚。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让我指点琴技，分明是想让我出丑。江时雨，你找死！姑娘再三推辞，可是嫌弃本宫琴技太差，不配与您切磋。公主既然盛情难却，我奉陪。不过单纯切磋太没意思，赌个彩头如何？赌什么？就赌公主那架交尾琴，我赢了，琴归我。那若是你输了呢？我赔一架同等价值的琴给公主。一言为定。客随主便，欧阳姑娘先谈吧。不必，咱们一起谈。一起谈？姑娘可别后悔。请。明珠，她的琴音是天籁。别担心，我未必会输。有本事你把音调要再爬高啊！既然压不住你，那就去死吧！这弹琴比试是谁赢啊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江公主输，欧阳大小姐赢了。江公主曲子都没弹完就被压下去了，确实输了。江公主对评判结果可有异议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交尾琴就归我了。江公主承让了。江公主可是舍不得交尾琴？本宫言出必赢，你赢了，琴自然是你的。唉，多谢公主，只是琴弦全断了，带回去也不能弹了啊。我认识一位制琴弦的大师，可以帮你问问有没有配得上的。多谢宋世子。宋凌风向来不近女色，凭什么对这个妓女这么温柔？江公主累了，小二把我的饭菜端给公主补充精力。
掌柜，毁坏的墙壁、栏杆价值多少？去镇国侯府取，我赔了。多谢欧阳姑娘。东西是本宫毁的最多，还是由本宫来赔吧。江公主已经输了娇柔琴，怎好意思再让你破费？几千两，镇国侯府出得起，后会有期。交尾群众，我帮你拿吧。有劳世子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暗卫，好厉害！你在看什么？他是你的侍卫啊，叫什么名字？跟了你多久？世子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！世子，你还没说他叫什么呢？镇国侯府到了。世子，你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暗卫吗？这是桃花酿，怎么？要不要我把寻风送给你？不用，我只好奇隐身之法。世子，你还有火莲子吗？我想全买下。隐身法想看随时来张府，火莲子只剩2颗，送你了。2颗不够，世子，地阳草能代替吗？药效太差，会让你吃尽苦头。晋王府有很多，如果你去找凌雨，我死都不会去求他。我会帮你留意地阳草的下落。欧阳明珠，你敢把乘风哥哥打成重伤，等着受重罚吧。说完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你这么晚才回来，是不是跑去与人私会了？见过宋世子。他是谁？不认识。我是武安侯府嫡女，你敢说不认识我？侯府千金岂会像你这般刁蛮任性？世子，马上喂食了。明珠，我先走一步。欧阳明珠，别不知廉耻，迷惑宋世子。管好你自己。若不是你纠缠宋世子，我才懒得理你。哟，你喜欢宋世子啊？可惜，人家不喜欢你。宋世子也不会喜欢你，少自作多情。哼，我有自知之明，不像某些人爱做白日梦。你敢嘲讽我，去死！欧阳明珠，你竟然敢推我！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自己摔下的。守门侍卫都是你的人，岂敢不听你的？也对，张侍卫，把江大小姐提过来。是。欧阳明珠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就真推一次，把罪名坐实了。是我自己掉下台阶的，与明珠表姐无关。万一将你摔成傻瓜，你多多包涵。哼，表妹这么快改口，莫不是摔糊涂了？我清醒的很，就是自己摔的，与任何人无关。既然如此，张侍卫继续守卫吧，不必理会表妹了。欧阳明珠，欧阳明珠，乘风告你重伤他，可有此事？继祖母，江少卿摆这么大阵势，是3堂会审还是兴师问罪啊？他调戏我，我才出手教训。胡说，他怎么可能调戏你？他好色的德行，您不知道？我没痛下杀手弄残他，是让他长点记性。重伤了人，不仅不认错，还强词夺理，真是没有教养。我是你长辈，谁教你这么和长辈说话的？不知道尊老爱幼吗？尊重是相互的，江少卿，你都不爱幼，还想我尊老，真是异想天开。阿姨，快来人！你们慢慢忙，我先回落雪阁了。妹妹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你不见了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哥，你一夜未睡啊？我昨晚服用了火莲子。以前你服药最少昏睡12时辰辰，怎么这次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凌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是本王未婚妻，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别胡乱和男子接触。我已经提出退婚了，你现在的未婚妻是江时雨，别把这恶心的名号安我头上。我们还没有退婚，差个形式而已。我堂堂镇国侯府嫡女，才不会蠢到放着正妻不做去做妾。没人敢娶你做正妻。放眼青燕国，谁敢与本王为敌？我宁愿终生不嫁，也绝不给你做妾。别怀疑，这就是你心上人的焦伟琴，他弹琴输给我，双手奉上了。你喜欢就好，
妹妹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火莲子是谁给的？在别院休息，毒发迷糊，没看清人。火莲子慢慢找。林雨突然来又走，肯定在暗中筹谋什么，咱们得防着。妹妹，这位是内阁学士公子顾浩宇。顾公子，这是我妹妹明珠。欧阳姑娘。顾公子稍等片刻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和凌雨的婚约还没解除，你就安排我相亲？你找个愿意娶你做正妻的，凌雨不就没理由纠缠了？这顾公子可是17岁种探花的才子，人家3岁能书，17岁种探花，你就算没兴趣，好歹和他说2句话嘛。我和他无话可说，带着你的人走。别呀，我辛辛苦苦把人约来，去聊聊。我去厨房看糕点。我哥哥性子顽兔，让你为难了。我送顾公子出府。其实我是自己想来，洗尘宴上姑娘勇提退婚，一语惊4座，我很钦佩。靖王看不到姑娘的好，是他的损失。其实我……住手！哪来的暗计，敢在镇国侯府门外撒野？靖王有令，接近欧阳大小姐的外姓男子，一律痛打，死活不论。滚！别再让我看到你们！欧阳姑娘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我让侍卫送你回府，以后不要再来镇国侯府了。欧阳姑娘，姑娘。凌雨欺人太甚。凌雨手握兵权，京城没几个是他对手。以后别再给我找相亲对象，免得连累别人。我就不信他在京城能一手遮天。只要找个比他更厉害的夫婿。宋世子，你相亲是想嫁人了？不是，那你相亲做什么？是我哥哥胡闹，是我哥哥。可我看你和顾浩宇聊得挺投机，晋王府暗卫打他，你挡在前面，又是怎么回事？来者是客，就算是乞丐在侯府门外被打，我也得管啊！我骗你做什么？以后有事直接找我，无论什么事，我都能做到。我嫁人也找你。可以。世子怎么突然来落梅娥了？玉宝轩拍卖行新进了一批货，里面有地阳草，陈时末就开拍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？快走！我来时你正相亲，要我当众把你拉走，换上这件衣服再去。好，我自己来。你干什么？帮你换，你太慢，等你换完拍卖早结束了。宋凌风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救命的药面前，繁文缛节不及性命重要。好了，去拍卖行。你去死！时候不早了，走。宋世子，好久不见。苏姑娘，我本想去张府拜访王爷、王妃和世子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。我父王母妃暂时不在京城。世子，都熟到登门拜访父母了，你们算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吧？我只在前院听帝师授课，从未踏足他家内院，1年见1-2次，不怎么熟。宋世子，家母4级受痛围的肌肉扯出一个温柔却不堪言，急需地阳草治愈体寒，请世子定夺。苏夫人是长辈，你年龄尚小，就将地阳草让给苏姑娘吧。宋世子，苏夫人的虚寒离了她能活，我毒发没她就没命了。这盒里只有1株，就算给你，
也只能抑制你一次毒发。那也总比毒发时活活痛死好。暗卫刚报，发现了一处有大量地阳草的地方，想要多少就摘多少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那这株地阳草就让给苏姑娘了。让我花10万两买一株，却免费送她取之不尽的药膳，你竟对她如此用心。